我穿进了恋爱乙女游戏，要去攻略柔弱可怜的男主。就在我终于在床欺他时，消失的系统上线了。宿主，我将你传送错了，这是恐怖游戏。你现在欺负的人是超级恐怖大 boss。我对上男人猩红的眼眸，僵硬地笑了笑，是不是有点困了呀？要不改天再……他微笑道，我不困，你继续。2224年，我被抽中可以去参加一款恋爱乙女游戏，只要我能让男主对我的好感值达到满分，我就可以通关，还可以获得1000万奖金。我进入游戏后，系统居然出现了故障，和我失联了。还好，我在进入游戏之前就已经被告知了，我要攻略男主是一头白发，其他人都是黑发。所以当我在学校里看到了穿着校服、一头银色白发的少年时，我激动不已。我总算找到攻略目标人物了。只见风撩过他的墨色头发，露出他屹立的面容。他皮肤白皙发光，身材修长，气质清冷。更让我激动的是，他不仅长得好看，还和我老公魏然长得很像。魏然是当红娱乐明星，也是我的偶像。我追星追了3年了。看来这个游戏的男主形象是以魏然为原型来设定的。为了攻略男主，大学刚毕业的我重返高中上学。当我去找校长要入学时，校长允许了。我成为了男主的同桌。我看到了男主书本上的名字温墨。连续1个月，我都锲而不舍地追求温墨。每天我给他送各种零食、牛奶，或者跟着他去散步。但是他从不和我说话。我还注意到了，他也不和其他人说话。按照我之前得到的资料，他是被人孤立的小可怜。我就是爱怜惜这样破碎又可爱的少年。所以就算他不理我，我对他追求的热情还是只增不减。这天，班上新来了6个女同学，坐在了6个空位置上。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笑着说道，人数到齐了，可以开始游戏了。我正在打瞌睡，没有听到了老师在说什么，我也没有注意到了身旁的少年看着我时，眼眸里露出诡异目光。这天晚上，我回到了宿舍204。新来的3个女同学们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里，还有另外3个女生在205宿舍。她们看上去脸色都不太好。短头发的徐立谷问我，你也是参与游戏的玩家？我点了点头，是啊。恋爱乙女游戏吗？难道他们就是我的竞争对手？也是来攻略男主的？徐立谷喃喃自语，奇怪了，平时不都是6个人吗？怎么多出了一个？夜晚，3个女生们脸色越来越白。这时，徐立谷提议，这样吧，我们抽签决定今晚谁去拿第1把钥匙。什么钥匙啊？我有些疑惑。最后我抽到了1。其他3个女生们都露出了同情或者释然目光。徐立谷说道，你去拿钥匙吧。我迷茫道，什么钥匙？去哪里拿呀？你果然是新人。徐立谷解释道，按照本轮游戏的提示，第1把钥匙所在位置是在女生宿管的房间里。我看了看宿管房间的方向，就这个吗？我和女生宿管李阿姨曾经说过话，她为人温和热情，要是只是去拿什么钥匙，她应该是不会拒绝的吧？怎么新来的3个同学表现得如此紧张啊？为什么要拿到钥匙啊？徐立谷说道，当然是为了通关啊，而且拿到1把钥匙还能获得额外的通关奖励。我好奇问道，什么奖励呀？徐立谷眼眸里闪过一丝微妙目光，和其他人对视了一眼，说道，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我拍着胸脯，我去。出门时，王晓告诉我，你必须在晚上12点之前回到宿舍，不然你就回不来了。我懂了，意思是宿管阿姨会锁门。好的。我刚走出宿舍门，只见宿舍楼道里空荡荡的，凉飕飕的。我打开手机，借着灯光走路。就在我走到了女生宿管阿姨的房间门口时，突然一个穿着校服、满脸都是鲜血的男生朝着我爬了过来。我一看，他居然是没有脚的。我吓得疯狂地叫了起来，拔腿就跑。我太害怕了，一边跑一边叫，来不及看路况。我感觉到我撞到了一个冰冷的怀抱里。我抬眼一看，只见一张漂亮的面容映入我眼帘。我就像是找到了救星似的，紧紧地抱住了他，泪水都在眼眶里打转。我没有多想，和在现实生活一样，脱口而出道，老公。她漂亮的脸上布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她的声音如同冷泉在耳边流淌似的，你叫我什么？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。我听话叫道，老公救命。我回头看了看，那个在地上爬的男生没有追上来，我狂跳的心脏才缓缓地慢了下来。但我还是舍不得从他身上下来，仍然像是树袋熊似的紧紧抱着他。他的耳朵红得滴血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高冷的他会露出如此害羞的表情。虽然我刚刚经历了诡异的惊吓，但我还是没有忘记，我可是要攻略男主，拿到1000万奖金的呀！我立刻趁热打铁地抱住了他的腰，将头埋在他的胸膛里，脸磨蹭着他的衣服。老公，我想让你做我老公。我追求了你这么久，你答应做我男朋友，好不好吗？我能感受到他的身体僵硬不已，却没有推开我。所以你这段时间送我各种东西是在追求我？我眨了眨眼眸，是啊，我是在追求你呀。那他以为我是在做什么？他的脸上染着绯色，眼眸瞪大了，你喜欢我？我毫不犹豫道，当然啊，我对你一见钟情哟。
你长得特别好看，正好是我的菜，我就忍不住追求你，做我的男朋友，好不好？温墨的眼眸泛着一抹不自然目光，不好。听后，我并没有气馁，为了1000万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我信誓旦旦道，那我就继续追你，直到你答应我为止。温墨的眼睫毛似蝴蝶挥翅，没有接我的话，而是说道，从我身上下来了。我摇头，手臂反而搂他更紧了。1个月了，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和攻略男主如此亲密接触，必须抓紧机会和他贴贴。于是我厚脸皮道，可是人家害怕吗？我之前是真害怕，但我现在就是在演。我眼眸余光看到温墨表情更加古怪，却还是没有推开我。我一边抱着温墨，一边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温墨，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啊？这个世界是没有鬼的，我信唯物主义。温墨轻描淡写道，估计是有人故意恶作剧来吓唬人的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我气愤道。温墨似笑非笑，你出来做什么？我来找一把钥匙。我老老实实道，听说宿管阿姨的房间里有。温墨意味深长看着我，那你就去找吧。我趁机又说道，我害怕又有人故意来吓我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呀？我耍赖，他不送我回去，我就一直抱着他的手臂。温墨只能答应送我去宿舍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手表上的时间显示的是11点56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他们告诉我必须要在晚上12点之前赶到宿舍。我立刻拉着温墨的手向女生宿舍楼狂奔。当我气喘吁吁赶到宿舍楼时，宿舍楼门是开着的。我看了看手表，时间是12点03分。我拍了拍胸膛，庆幸道，还好还好，估计是阿姨忘记关宿舍门了。今天还真是幸运啊。我又想到了钥匙，于是我赶紧去敲阿姨的宿舍门，礼貌道，阿姨，我想要一把钥匙。你房间里有没有一把比较特殊的钥匙啊？我没有注意到身后温墨似笑非笑的表情。温墨淡淡说道，阿姨，他要你就给他吧，把钥匙扔出来就行。随后宿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隙，一把红色的钥匙被丢了出来。我接过钥匙，感激道，阿姨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啊，谢谢你，100万到手了。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。宿舍内的宿管阿姨，我没有看见的是，白天还是和蔼可亲的宿舍阿姨，此时此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，没有头颅，鲜血从头颅的伤口处往下滴落。我向温墨挥手告别，回到了宿舍门前。但是我使劲敲门，里面3个女生就是不开门，还非说我是鬼，是骗人的。你们没有读过书吗？不相信唯物主义吗？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鬼啊！然而他们还是不开门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去对面的宿舍206睡觉，反正对面宿舍的房间是空的，没人。第二天，当我从对面宿舍出来时，他们3个就像是看见鬼似的。你怎么回来的？你拿到钥匙了？没有。我知道才不外露的道理。徐立谷神色复杂道，你还真是走运了。我也没有再继续理会他们，就冲着昨天的事情，我还是不要继续和他们住在一起好了。于是我将我的东西搬出来了，打算以后就住在206宿舍。第二天，我来到了教室，温墨正坐在位置上看书。我拿着买来的零食，讨好的跑到他身边，温墨，早安。不同于以往对我的无视，这一次他真的抬眼看我。吃零食吗？他清冷道，不吃。所有的零食最后还是进了我的肚子。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感觉在上课期间，他的目光像蝴蝶降落在花上，好几次落在我的身上。几天后，有天晚上，我似梦飞醒中听见外面有嘶吼和尖叫声音，但是不知道为何，我的眼皮越来越重，没过多久继续陷入昏睡中。第二天，6个新来的女生里有2个女生退学了。这天不同于以往，班主任抱着厚厚一叠试卷走了进来，他脸上露出诡异笑容。我们今天考试，只有合格的好学生才能留下来继续学习，不合格的学生要受到惩罚哟。我捂住头，什么？我玩恋爱乙女游戏也要考试？这是什么破游戏呀？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班主任说的后半句。这时我看到徐立谷他们4个人的脸色更差了，想必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吧，都不想考试，因为以前高3学习的知识早就已经还给老师了。当试卷发在我面前时，我看到试卷题目时，一口老血都要吐了。这是什么？微积分、线性代数，高3居然学这个！我的头无奈地垂在桌子上，哀嚎道：完蛋了！温墨斜眼看了我一下，我立刻就像是抓住救星似的，露出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哀求道：救命！大神，救救孩子吧！然而下一秒，温墨淡定说道：我也不会。好，都是学渣是吧？考试2个小时结束了，温墨趴在课桌上睡觉，试卷是一片空白，而我胡乱写了一通。我记得老师说过一句，不会没事，至少要写，也许还有步骤分呢。考完试后，我心情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我安慰自己，就算考得再烂，也不影响我攻略男主。但我注意到了，徐立谷他们的脸色非常苍白，眼眸透着绝望的目光，像是在面临着生死关头似的。傍晚，我正准备回宿舍，
却看到了3个大高个的男生堵住了温墨，他们表情凶神恶煞，全身散发着不好惹的气场。我立刻联想到了男主的剧情，男主一直饱受校园霸凌，可怜又柔弱，这3个人一定是欺负温墨的校霸。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我的表现机会来了。我立刻跑到了温墨身边，将温墨拉在我的身后。3个男生的脸上露出错愕的表情。我严肃又愤怒道：你们不要再欺负温墨了，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我学过武术，我没有察觉到温墨的神色有些异样，他眼眸如深渊，静静地看着我，随时要将我吞噬似的。他嘴角处露出一抹弧度，又冲着那3个人点了点头。随后，其中一个寸头男冷笑道：要是我们就欺负呢？我用行动来回应他。几分钟后，他们全部都被我打翻在地。我最讨厌校园霸凌的人。收拾完这3个人后，我扭头对温墨呲着大白牙，露出笑容：你别怕，以后有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你的。我又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我会保护你。温墨的眼眸里流转着一抹变幻莫测的目光，你要保护我？我点点头，是啊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此时此刻，我没有看见的是，趴在地上的3个男人都是一言难尽的表情，却不得不继续装死。温墨看着我，目光仿佛要将我看透似的。下一秒，他的嘴角处绽放出笑容，我一时愣住了，被他的笑容搅得心脏狂跳。明明这张脸和魏然很像，我平时看他都是看美人的心态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的心脏却宛若小鹿乱撞似的，舌尖也泛着甜。这种感觉是我去参加偶像魏然的签售会时都不曾有过的感觉。以前温墨也会笑，但是他从未笑得如此灿烂。好啊。夜色越来越浓，教师办公室，班主任将试卷交给温墨，脸上满是恭敬表情。温墨拿着红色笔，抽出一张名为陆言瑜的试卷。3分钟后，他轻笑出了声，眼眸里藏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温柔。他呢喃道：笨成这样，一题都没有答对呢。第二天，班主任来了，他拿着成绩单开始念分数。徐立谷61分，徐立谷明显松了一口气。言夏65分，言夏的嘴角也露出笑容。王晓56分，郑业58分，王晓和郑业面色如灰。陆言瑜，班主任脸色古怪，眼眸瞅了我一眼。我心虚地低下头。70分，我立刻绽开笑容，差点要拍桌子了。70分，我胡乱写一通都能拿到70分。果然，我还是没有完全忘记大1、大2时所学的数学。我对得起我的大学老师。徐立谷难以置信看着我。随后，班主任向我走来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蓝色钥匙，放在我面前。这是奖励。我拿着钥匙，喜不自禁。这个道具肯定又能兑钱。温墨喝着我给他买的牛奶，眼眸泛着温良目光。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喝我买的牛奶，虽然是因为他的水杯坏了，不能接桶装水喝。回到宿舍楼，我正准备进206宿舍时，徐立谷却拦住了我。他要求我将蓝色钥匙交给他。我笑了，凭什么给你啊？徐立谷瞪着我，你不交的话，别想离开这里。我一脸你有病的表情，这游戏你说了算啊。我转身离开，懒得理会徐立谷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起来床后，只觉得脖子有些酸酸的，但我没有多想。我来到教室时，让我诧异的是，怎么只有徐立谷和言夏的女生坐着，其他人都不在啊？我和温墨讲述了这件事。温墨吃着旺旺雪饼，淡淡道：他们都退学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考得不好就只能退学了。我瞪大了眼眸，什么？学校怎么这样严格呀？我哭丧着脸道：要是再考试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考好。万一我要是考不好，我也要退学了。温墨眼眸里闪烁一丝笑意，但是太快，我没有看清。不会的。1周后，这天温墨没来上课。放学后，我就去便利店买零食。最近温墨终于不再拒绝我的零食了。我发现他特别喜欢吃旺仔雪饼，所以我每天都会送他旺仔雪饼。今天他没有来教室，那我就亲自送到他的公寓。我来到了白色公寓门口，突然浴室门被打开了。我定眼一看，只见少年只穿着浴袍，头发湿淋淋的，水珠从额头滑落到锁骨，再流落到浴袍里面。刹那间，我和他的视线在空中交汇。他的唇更加鲜艳，眼眸里泛着一丝意味深长目光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看着他半裸露的雪白胸膛，我心脏狂跳。我来给你送零食。在沙发上，他居然就这样敞开浴袍，坐在沙发上吃着我买来的零食。我不敢去看他的胸膛，怕我自己会忍不住。我只觉得口干舌燥，拿起茶几上的杯子一饮而尽。温墨神色一变，抬手想要去拦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舔了舔嘴巴，桃子味，甜滋滋的，很好喝。他的眼眸里露出无奈目光，你刚才喝的是酒吗？我惊讶道，可是很好喝呀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。好吧，我还有些遗憾。一会儿后，我只觉得我眼前视线越来越模糊。我送你回去。我目光落在少年的红唇上，这一次我不再躲躲闪闪，
而是光明正大。这段时间里，我追求温墨还是没有任何进展。系统又不在，我又没有办法看到温墨对我的好感值。不会温墨对我的好感值还是0吧？我得加快攻略温墨的进度。恋爱游戏的时间是2个月，我现在都快2个月了，还没有攻略成功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游戏日期结束了，我都拿不到1000万奖金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作用让我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，还是男色太诱人了。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要摔倒的时候，我猛地一扭腰，摔到了温墨的怀抱里，然后将他压在沙发上。我盯着他的红唇，色迷心窍地吻住了他的唇。我要加快追求进度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男人的耳朵红爆了，身体僵硬得像是大理石。我生怕他会反抗，用领带捆绑住了他的手。你要做什么？我醉眼朦胧，放下狠话，我要强制爱。就在他腰上的浴袍带子快脱落时，我耳边突然传来了机械化的声音：亲，您的恋爱系统来了。我的恋爱系统终于上线了。然而下一秒，系统居然说道：紧急情况，主人，因为程序发生故障，导致了我错误地将您传送到了恐怖游戏。这里根本就不是恋爱乙女游戏。特别提示，您现在正欺负的人就是恐怖游戏大 boss 哟。白天他是普通 NPC， 但每到晚上7点就会变成恐怖大 boss， 虐杀玩家。很不幸的是，现在距离7点还有3分钟，我的天灵盖仿佛被雷电击中似的，蔓延到全身，以至于手指都在发颤。什么？我穿错游戏了？这里是恐怖游戏，不是恋爱乙女游戏。短短的几秒内，我就回忆起了之前种种异样。我不是没有过怀疑，但都因为我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恋爱游戏，所以那些疑虑也全都被压下来了。我的醉酒一下子就被吓醒了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在大脑里和系统沟通。鉴于现在是特殊情况，系统要紧急下线了，画面已打马赛克。主人，我们明天见，前提是您能苟到明天。说完不等我的哀嚎，系统下线了。我对上男人猩红的眼眸，僵硬地笑了笑，是不是有点困了呀？他微笑道：我不困，你继续。反话，绝对的反话，我听得出来。我心脏跳动得更厉害了。这可是恐怖大 boss 啊，我却将他捆绑起来，还要强制爱。等到他变身恐怖 boss， 肯定要将我撕成碎片的。我硬着头皮，捂住头，眼睛一闭，我好困啊，头好疼。但即使我闭着眼，我仍然能感受到一股温炙热的目光盯着我。不管了，就算要杀我，也在睡梦中把我杀了吧，这样就不会痛了。不知是我心大，还是真的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没过一会儿，我真的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醒了，我连忙摸了摸我的脖子，头还在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摸到了一把钥匙，是金色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系统上线了。主人，大 boss 居然直接把第3把钥匙给你了，都没有让你做任务。系统还为我科普了3把钥匙的地图攻略。第1把钥匙在女生宿管阿姨，必须要晚上才能拿，而且还要在12点之前拿到。第2把钥匙需要通过考试，考试是随机的。第3把钥匙在校长办公室的抽屉里，也要在晚上，需要通过层层关卡。系统说，你现在都已经集齐了3把钥匙了。我期待道，徐立谷他们说钥匙是通关道具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钥匙离开这里呀？系统干脆利落道，不能。啊？为什么呀？系统解释道，这个恐怖游戏里的玩家们都以为要赢得游戏就是杀死 BOSS， 而杀死 BOSS 的方法就是拿到3把钥匙。3把钥匙可以打开一个箱子，箱子里放着一个宝石道具，可以让时间停滞，然后玩家就可以趁机杀死大 BOSS 了。不过，因为是我工作的失误，我还是给您偷偷开个后门吧。这个大 BOSS 已经升级了，就算您打开箱子，停滞时间，杀死他，他还是会复活。所以，您如果按照一般玩家的做法，您只会死得更惨。更何况，玩家都以为校长是大 BOSS， 实际上温墨才是大 BOSS。根据这个游戏以前的战绩，所有的玩家都在游戏里死了，也没有人获得1分奖金。我两眼一黑，绝望了，完了，这个 BOSS 太凶残了。所以他给我3把钥匙，就是为了让我去打开箱子，然后恶趣味的看到我白忙一场，还要让我死得更惨。我的心底泛着寒气。系统说道，是的，根据记录，他以前也是这么做的。我心死了，变态呀！把人捧到天堂，又一脚踹到地狱里。我这段时间不停地追求他，骚扰他，昨晚醉酒后的我又差点强制了他，他肯定更恨我。所以他给我3把钥匙，就是等着在后面给我致命一击，杀人诛心。就在我绝望时，系统安慰我，主人还是有办法的，我可以再给您开后门，只要您再苟1周，我这边蓄满完能量后，就带您离开这个恐怖游戏。我现在没有多少能量了，必须充能量。希望您再坚持，不要被大 boss 提前杀死。我感激欢呼道，系统，你就是我的神。那我先拿着钥匙等1周，让他以为我想过几天再去打开箱子，能拖时间就拖延时间吧。为了保命，我决定不再作死去撩温墨了，我怕温墨会直接杀了我。系统可是说了，如果我死了，外面的身体也会死，所以为了活下去，我一定要小心苟住。我突然想到了，系统，
你不是能够看到别人的好感值吗？你能看看他对我的好感值是多少吗？抱歉，我没有权限在恐怖游戏查询大 boss 的好感值。但是当我们离开恐怖游戏的时候，我可以查看大 boss 的好感值。我也打消了这个念头，10之8九他对我的好感值是负数。第二天，我来到教室，经过系统的科普，我才知道在这个游戏里，除了玩家以外，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人都是 NPC。不过在这里 ，NPC 白天和正常人一样，只有在晚上才会变成恐怖的鬼 NPC。我努力安慰我自己，一定要镇定，就和平时一样，把他们当成普通同学就好了。我想要调换了座位，但是有同学说道，没有班主任的允许，不能调换座位。我去找了班主任，然后被拒绝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继续和恐怖大 boss 做同桌。上课期间，温默坐在我的旁边，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柠檬气息。我的牛奶呢？他伸出手，我愣住了。平时这个时候，我早就准备好了许多零食和牛奶来讨好他，但是今天我已经决定不再骚扰温默了呀，哪里还敢向他献媚？我忘记买了，我明天再买。我故意试探地将金色钥匙递给他，这个还是还给你吧。他意味深长道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拿着吧，不要交给别人，尽快去做你的事。我点点头，我确定了，他果然是让我快点去开箱，让我快点去死。我索性将3把钥匙收好，也不舍得扔掉。系统告诉我，按照规则，要是我将钥匙带出游戏，3把钥匙可以兑换300万，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将3把钥匙带出游戏。中午吃饭时，我故意躲着温默，不敢像以前那样，像是尾巴草似的跟在他后面。1周后，我刚刚进教室，却被温默拦住了。他就像是逮住耗子似的，皱着眉头，你最近都没有和我一起吃午餐，你有点奇怪，难道他是发现了什么异样，在试探我？我最近减肥，不想吃午餐。我随便扯了一个理由。他的眉宇紧皱，你不需要减肥，对身体不好。说完，温默离开了。等到快上课后，温默才回来了，他手里还拿着一大袋零食和面包，牛奶放在我的桌子上。吃吧，不要饿肚子。我诧异地看着这些食物。以前都是我送零食给温默吃，这一次居然是温默主动送我零食，我有些受宠若惊。看来我最近送了他很多零食，多少还是有些效果的。恐怖大佬也会礼貌性回赠我零食，这就叫做有来有往。我吃着零食时，温默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我，他的目光太炙热了，我都没有办法无视。你最近是不是没有追我了？我心脏一滞，僵硬道，我就是觉得吧，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打扰你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温默的神色一冷，所以你不追我了？我点点头，温默的眼眸里翻滚着波澜，突然轻笑了一下，也好，你不用再追我了。就在我还没有弄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时，他继续说道，你已经有了3把钥匙，为什么还没有去开箱子？我瞪大了眼眸，他居然如此直白地说了出来。他试探道，是不是舍不得我？我只能点头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他看着我，嘴角处勾勒出弧度，不用有任何顾忌，你直接去开箱吧。箱子在206宿舍里，也就是你的寝室。这是逼我不得不去开呀。还好，我和系统已经约好了晚上6点半离开这个恐怖游戏。好的，我准备继续拖延时间，我不打算开箱子。他深深看着我，晚上见。我的手指微微颤抖着，一股寒气顺着我的脊梁骨爬满全身，又化作利剑刺穿我的心脏。他迫不及待地想杀我。晚上，我满怀心事回到了女生宿舍206。我站在宿舍门口，徐立谷从我身边经过。我感觉炎夏和徐立谷盯着我，神色有些奇怪，然后又快速地关门。我没有多想，我已经和系统商量好了，等到我离开游戏那天，系统也会将他们2个人一起带离游戏，也算是我尽了人道主义。宿舍里果然有一个箱子，我看着这箱子，突然我的头剧烈疼痛，随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得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宿舍门被重重推开了，徐立谷和炎夏走了进来，而一只黑色虫子也从我脖子处钻了出来，爬到了徐立谷的身边。系统发出尖锐的叫声，主人，我检测到了这只虫子是蛊虫，它给你下蛊了。蛊虫不仅仅会监视你做了什么，还会用毒素麻痹你的全身。它也肯定通过蛊虫知道了你有3把钥匙的事情。我突然想起了，在我拿到了第2把钥匙时，徐立谷恶狠狠地威胁过我，第2天我脖子就疼。应该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对我下了蛊虫。任何人拿到了钥匙，他都会用这种卑鄙手段抢走钥匙。我紧张道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还在充电，还有5分钟，我就能积蓄力量，带主人您的灵魂离开这里。在这之前，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，所以主人只能等待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立谷和炎夏在我的宿舍里翻找东西。2分钟后，3把钥匙在我的床底下被找到了。我想要说出3把钥匙没用时，系统提醒我不可以剧透，否则将会受到惩罚。徐立谷拿着3把钥匙，脸上露出得意笑容。果然你想要独吞。我无奈道，你们最好不要动钥匙，
但我的提醒换来的是徐立谷狠狠地抽了我一耳光，我的脸火辣辣的，更觉得恶心。我想过带他们一起离开恐怖游戏，但我低估了他们的贪婪人性。言下对徐立谷说道：“现在要是找到了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杀了他，这样就少一个人和我们平分奖金了。1个亿，我们每个人5000万，要是算上他的话，我们就少了1000多万。”言下脸上闪过一丝犹豫和挣扎表情，但随后表情定格成了狠厉。好，杀了他！一股寒意涌入我的心头，蔓延到了我的全身。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！系统宿主，坚持住，还有30秒。言下拿着一把匕首对准了我，但突然他将匕首调转了方向，狠狠地扎进了徐立谷的胸膛。徐立谷瞪大眼眸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言下张狂笑道：“1个亿全是我的了。”但是下一秒，徐立谷却也拿出了匕首，刺向了言下的脖子。言下倒在地上，血流不止，死不瞑目。我目睹了这自相残杀的一幕。徐立谷捂住流血的伤口，眼睛里透着凶光，将匕首狠狠地刺向我的胸膛。好疼！我耳边终于传来了系统的天籁之声。好了，主人，我已经抽离你的灵魂了。瞬间，我看到了自己漂浮在半空中。这时，我看到了门被踹开，随后白发少年冲了进来，他脸上表情愤怒又难以置信。徐立谷立刻抱着箱子跳窗逃跑了。温墨抱住我，脸上满是恐惧表情，言语，但是我的身体还是冷了，因为我的灵魂早已经脱离了那具游戏模拟躯体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温墨一直抱着我的尸体没有放下，他的手指在颤抖着。此时我才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了。温墨并不希望我死啊！夜幕降临，晚上7点，温墨的眼眸也变成了血红色。他用手触碰我，手掌发出白光，笼罩着我的全身。系统，他在做什么？想要修复你。通俗点来说，就是想要救你，但是没用了，你在这个世界的身体已经死了。我对系统说道：“系统，我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他没想我死。”我也觉得，可是他为什么要给我3把钥匙啊？系统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就在这时，温墨的手指摩挲着我的唇，下一秒，他俯下头，轻轻地吻上了我的唇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温墨吻了我的唇，随后温墨放下了我的身体，用被子将我盖好。乖，等我一下，我去为你报仇。说完，他离开了我的宿舍，我赶紧跟着他一起离开。只见温墨来到了校长办公室，徐立谷被人捆绑着，披头散发，面容狼狈。他正喃喃自语，疯狂地重复道：“怎么可能啊？怎么没有宝石，只有一张纸啊？”而站在他身边的校长背后长着黑色翅膀，一半脸是完好无损的脸，一半脸是血肉模糊。校长捧着已经被打开的箱子，将它递给温墨，脸上满是恭敬表情：“老大，这是您的东西。”温墨一言不发，从箱子里拿出一封贴着爱心的纸张。我看到那张纸上写着1排字：“我答应做你的男友了，我爱上你了。”我呆呆地站在原地。他早就已经换掉了箱子里的宝石道具，放了一封情书。他给了我3把钥匙，催促我快点去打开箱子，就是想让我看到情书，想向我告白。我这才想起，曾经我看到了女同学收到了情书，我当时感叹又羡慕，年轻真好啊！我还没有收到过情书，而温墨就坐在我身边，他居然听进去了，而且还是放在心上了。徐立谷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你，温墨，你才是大 boss！ 温墨宛若人世间最可怕的厉鬼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徐立谷，他眼眸里流露着杀意，身上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。你不该动他！徐立谷吓得腿软，跪在地上求饶，痛哭流涕。但随后他还是倒在了血泊里。而我留在这个游戏世界的时间也到了。我看着孤零零站在黑夜中的温墨，本能的想要伸出手去触碰他，但还没等我触碰到他时，我就消失了。我耳边传来了系统的声音：“主人，您已经脱离了恐怖游戏。”特别插播一条，我查看到的大 boss 对您的好感值是100满分。我缓缓睁开了眼后，发现自己躺在了游戏室的躺椅上。我回到现实生活中了，晶莹剔透的泪水从我的眼角处滑落下来。而游戏工作人员非常抱歉地告诉我，程序出现了错误，把我传送到了恐怖游戏里。我问道：恐怖游戏里的那些玩家在游戏里死了，在现实生活也会死吗？戴着眼镜的工作人员说道：大多数恐怖游戏的确如此。参加恐怖游戏的人为了获得奖金酬劳，会自愿签下生死契约。但是你参加的这个游戏不一样，这个游戏的 BOSS 其实也是一个玩家，只不过他的记忆被屏蔽了，而且他在参加恐怖游戏之前制定了规则。在他的游戏里，通关和最终奖励是完全2回事。和其他恐惧游戏相反，在这场游戏中，玩家被 NPC 杀死就算是通关。BOSS 级玩家进入游戏后，失去了其他所有的记忆，但是只会记住一条：杀死所有的玩家。最终奖励则是1个亿。BOSS 玩家在进入世界之前就制定好的条件，那就是他主动亲吻某位玩家，某位玩家就会获得游戏最终奖励。除此以外，如果将3把钥匙带出游戏，也可以获得300万。
我还得知，带我回来的恋爱系统还是实习系统，并不知道这个恐怖游戏里的隐藏玩法，就是玩家被 NPC 杀死是通关，所以他在恐怖游戏里也以为温墨杀了我的话，我会彻底死亡。恭喜你，你是恐怖游戏的赢家，你赢了1个亿。我懵了，我拿到了1个亿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到温墨那个大 boss 玩家是谁。很抱歉，这属于机密，我们不能向您透露。工作人员还告诉我炎夏和徐立谷的最终下场。炎夏被玩家杀害，没有通关成功。徐立谷杀了玩家，虽然成功通关，但作为他杀害玩家的惩罚，他会继续进入下一轮恐怖游戏，而且那一轮恐怖游戏的规则和大多数恐怖玩法一样，被 NPC 杀了，现实生活中也会死。徐立谷最终还是没能通关成功，这也是后话。1周后，我逛街逛了许久，虽然我赚了1个亿，但我每天还是在想温墨。随着我越来越想念温墨，我也认清楚我自己的内心，我早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温墨，不只是因为要完成攻略任务。这时，我看到一个商场上挂着魏然的巨大海报，我忍不住停住了脚步，目光注视着魏然。3年前，我就开始追星魏然，不过这2年，魏然一直在国外留学，没有再露过面，我也只能在网上找到他以前的一些资源。温墨和魏然长得很像，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奇异的念头，难道温墨就是？我很快地摇了摇头，自嘲地笑了笑，我还真是异想天开啊。魏然怎么会进入游戏里，成为恐怖大 boss， 最后还爱上我？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一辆车停在了我的面前，从车里走下一个人，他穿着西装，脸上戴着口罩，鼻梁上戴着一副墨镜，但最吸引人的是他的一头银色白发。我的心脏狂跳，因为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柠檬香气。下一秒，他缓缓地摘下墨镜和口罩，露出精致面容。他嘴角处绽放一抹弧度，轻声说道：“陆言瑜，我们 2又见面了。你是？”他轻声说道，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魏然，我也叫温墨。陆言瑜，我爱你，我能追求你吗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快步向他跑去，紧紧地抱住他的腰。不用追，因为我也爱你。